嗨，大家好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中国周边环境波诡云谲。继歼20进驻新疆和田之后，又传出消息，歼20进驻了浙江衢州军用机场，看起来是为了剑指东南。而且这个新闻也被大量台湾媒体竞相报道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歼20为什么要进驻浙江，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接下来播放的是被浙江网友拍到歼20飞越浙江衢州境内的画面。歼20来了，歼20，给你们看看衢州的歼20。歼20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歼20在进驻浙江衢州之前，本来是在哪里的呢？歼20自从2017年正式服役，已过去3年的时间。那么，可能大家会有所疑问，到底是哪些部队装备了我们的歼20呢？请看这幅图，这是网上流传已久的中国各空军师的部署情况。当然，这是军改之前的，所以已没有那么敏感。现在的空军已由空军师改为基地旅的体制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看到东部，尤其是东南沿海方向密密麻麻，显然意有所指。西太平洋包括台海是我国国防的重中之重，而这几十个航空师中有3个极为特殊的存在，那就是中国空军的3大王牌师：空1师、空2师和空3师。从这3个王牌师所处的地理位置，我们就会一目了然。原空1师隶属的北部战区，师部在沈阳，其所驻守的是东北边疆，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朝鲜半岛了。空2师隶属于南部战区，师部在湛江，主要针对越南、西沙和广阔的南海。该师曾在1996年成为我国空军第2支列装进口苏27的部队。那么第1支是谁呢？那就是空3师。原空3师隶属东部战区，师部在芜湖，其所针对的对象也非常明显，那就是第1岛链、西太平洋和台湾海峡。刚才也提到了，空3师是第1个装备进口苏27的部队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是第1个装备苏30 MKK 和歼16的部队。这就是中国空军的3大王牌。至于其他空军师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3个的成色了。有一个歼16旅或一个歼10C旅，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更多部队还是歼11A、歼11B，甚至只有歼8或歼7。虽然原空1师、空2师、空3师并立为中国空军的3大王牌，但我们知道王牌之中更有王牌。经过上面的介绍和3个师的地理位置，想必大家也猜到了，这个王牌中的王牌非空3师莫属了。而空3师又下辖3个旅，而其中还有一个更为特殊，那就是王海大队所在的第9旅。这个旅可以说是集结了全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，他们大多承担过空军重大的作战任务，都得过金头盔桂冠，而且常年处于东海防空识别区战备巡逻的第一线，实战经验相当丰富，可以说是中国空军的王中王。那么歼20在哪里？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。中国现在最先进的隐形五代机歼20所装备的第1支部队，也正是这个原空3师的王海大队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王牌师所在的芜湖基地，看看能否找到歼20。这个机场并不大，是一个典型的军用机场。我们先来到机场西侧，看到停了1排的飞机，共10架。虽然这种卫星地图的分辨率我们看不清它的驾驶舱和机头的细节，但是经过刚才的介绍，大家应该也能猜到，这10架就是原空3师最先装备的歼16。紧接着我们来到芜湖机场的东侧，看看还能找到什么。在整个机场的东北方向，我们清晰地看到左中右共26个新型机库。我们将地图放大，左边10个机库，这边有3架歼16。再来到右边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间的6个机库中有3架歼20露了出来，这应该就是装备在原空3师9旅王海大队的歼20机队了。那么歼20从芜湖基地起飞，以其2000公里的作战半径计算，它的覆盖范围是多大呢？我们来简单测量一下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，不仅台湾全岛都在覆盖范围之内，最南可以抵达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，西南还可以支援西沙，北边的朝鲜半岛也都在作战半径之内，最远可以到海参崴，东边的第1岛链也都在覆盖范围之内，最远可以抵达这里。这边我做了一个标记点，这是哪里呢？那就是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海军基地横须贺，那里驻扎着以里根号航母为首的美国第7舰队。我们来到横须贺港，将谷歌地图放大后，可以清晰看到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，上面很明显的有76这个编号。没错，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里根号航空母舰了。除了航母之外，这里还停泊了一些隶属于美国第7舰队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等等。我们注意到，在这个港湾的西南侧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小平顶，上面清晰地写着83的数字。
这个小平顶就是之前在讲中国075两栖攻击舰时给大家介绍的日本现役吨位最大的军舰，有直升机航母之称的出云号护卫舰。当然，由于没有无舱，它并不是一艘传统意义上的两栖攻击舰，但在未来搭载 F-35B 之后，出云号将会是一艘妥妥的准航母了。好，介绍完这些背景之后，我们来到台海前线。前几天的新闻，歼20进驻浙江衢州机场。衢州机场本来是原空29师的驻地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最新部署到衢州机场的歼20到底是装备给空29师的全新机队，还是芜湖的空3师为应对台海局势阶段性的移防至浙江衢州的呢？按照我军惯例，空军最先进的机型和装备是肯定率先选择装备在几个王牌师身上的，即原空1、空2和空3师。所以继空3师装备歼20后，第二支装备的部队就非空1和空2师莫属了。但考虑到空2师已经装备了新购的苏35，所以最新一支歼20被部署在北部战区的原空1师可能性最大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，实际情况我可就不知道了，我们也不敢问，最主要的也不知道问谁。其次，另一个问题，从歼20的作战半径来看，芜湖机场起飞已经可以覆盖台湾全岛了，那为什么还要把歼20部署在浙江衢州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机场距离台湾本岛的距离。芜湖机场距离台湾约750公里，而衢州机场只有500公里，两者的航程差了200多公里。按照歼20 2000多公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，抵达台湾本岛差了约7到8分钟的时间。兵贵神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知道，作为可以隐形的5代机歼20，一旦台海发生战事，第一个作用就是踹门，即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就敲掉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和地面的信息节点和雷达等传感器。这就是信息化战争中针对信息和感知环节的攻防战。毫无疑问，具备隐身性能的歼20在战场上的突防能力将成为这场信息战的利器，也是打破平衡，使战场形势向我方单向透明的关键一环。一旦平衡被打破，对方的 F-16、IDF 和幻影2000就只能靠自己的机载雷达在天空碰运气了。在得不到本方预警机和雷达支持的情况下，还要面对我方歼16肚子上挂的电子战吊舱和数量占优的4代机群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当然，这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之下，一旦有了强援，歼20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反介入。反谁呢？显然就是美国喽。那么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又是哪里呢？那就是驻扎在冲绳的加手纳空军基地了。我们刚才看到了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横须贺，这个加手纳刚好就是美军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。这个基地距离台湾本岛约为600公里，而且驻扎了大量美国最新的5代机 F-35。面对这个对手，歼20在芜湖和衢州两个机场起飞，看似差别不大，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一不留神便会贻误战机，进而满盘皆输。这7到8分钟太重要了。由此可见，这就是为什么歼20需要进驻衢州的原因了。那么干脆把歼20布置在福建沿海的机场，岂不更快吗？也不行。福建沿海的机场距离战场过近，留给反导和拦截的时间远远不够。这些机场极易在第一波对手反击时被摧毁。歼20这么贵的东西放在那里显然不太合适，机场都没了，无法起飞，隐不隐身也都无从谈起了。所以芜湖、衢州一线应该为歼20最佳的部署基地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去到美军的加手纳基地，看看那里都藏了什么好东西。我们将地图放大，看到我定位的位置，卫星拍到了大量的战机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F-35，非常清晰，数了一下，一共10架。那么这10架 F-35是哪款呢？之前说过了 ，A、B、C 3款中 ，C 为了要在航母起降，翼面做了加大处理，而且又隶属于海军，率先排除。A 和 B 在外形尺寸上一模一样，在 F-35B 不打开座舱后面的垂直起降风扇的情况下，还真的不好判断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小窍门，那就是 F-35A 为了保留 A10的能力，在机身左侧进气道上方装有一门25毫米固定机炮，看上去有一个很大的隆起，而 F-35B 和 C 都不具备。所以根据卫星拍到的图片，这些 F-35左侧的确有一些隆起，而这个加手纳又隶属于美国空军，而非海军陆战队，所以推测这些应该都是 F-35A。紧接着再向右看，有一些散落的战斗机，从卫星俯视图来看，其双发设计排除了 F-16，垂直90度的双垂尾排除了 F-18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F-15了。再向右看到一排的大飞机，大家可能对美式装备没那么了解，这里简单介绍一下，
这个拥有双发涡扇发动机的家伙就是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。P 为 Patrol 巡逻的意思。再向右发现了一架小点的飞机，为4发涡桨发动机。这个不是 C130，也是 P3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。这款机型有诸多衍生型号，如 P3B、P3C 和 EP3， 前面加了个 E， 即 Electronic， 用于电子情报搜集。这个 EP3 也最让中国人记忆深刻，正是它在2001年时与中国的歼82在南海相撞，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， EP3 最终迫降海南陵水机场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机场的西北侧，看看还有什么飞机。这边几架白色的飞机看着大小差不多，我们注意到右边2架顶着个大大的圆盘，非常明显。上期视频也给大家提到过这架飞机，那就是 E3 空中预警机。左边这架看着一模一样，但没有圆盘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与 E3 基于相同波音707平台的 E8 空中指挥机。右边的这个机型平台就不同了，它是基于 C135 运输机的 RC135，R 为 Reconnaissance， 所以这是一款侦察机。注意黑黑的鼻头是它的特点。在下面这么多飞机就是与 RC135 基于相同平台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了。我们看到美国加手纳基地部署的加油机非常的多。最左边的这几架就是之前经常提到过的4发涡桨 C130 运输机了。这就是美国驻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加手纳，可以看到基地非常的大，机型也非常的多。这边下面还有一个普天间机场，这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最大规模的武装直升机机场，有100多架直升机。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有很多个鱼鹰直升机在大象漫步。当然之前也传出该机场有美国的 F-35B 进驻，但在这个时段拍摄的卫星地图中并没有找到。这就是距离台海最近的2个军用机场。其实美军在东亚驻日韩还有非常多的军事基地，我在地图中已经把主要的标注了出来，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。这些基地连在一起就构成了钳制中国进出太平洋的第一岛链。这幅图是横在中国面前的太平洋3大岛链。其实所谓的3个岛链也只有第一岛链较为严密，到了第2岛链也就主要靠关岛来支撑，第3岛链的关键点也只有夏威夷群岛。最后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这2个岛链的核心基地。首先关岛，关岛的美军基地在整个岛屿的东北侧，但偌大的机场卫星拍到的飞机却是寥寥。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新的机型。北边的几架就是刚才介绍过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，可见如此广阔的太平洋，加油机对美军来说是多么重要。在下面我们终于发现了新的机型，这就是之前在介绍轰20的视频中提到过的美国战略轰炸机 3B 中的 B-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。它的作战半径达到5543公里，而台海距离关岛仅为2750公里，所以完全在 B-1B 的战略投射范围内。紧接着我们再来到第3岛链的夏威夷，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发现。如图可见，这里停了4架运输机，2大2小，而且都是4发涡扇发动机。分别是什么呢？从大小就可以判断出来，大的为美国现役的 C5， 小一点的是 C17。除了大小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细节，就是 C17 所特有的兰花指，机翼的末端向上翘起，如图阴影部分，这也是与 C5 最大的区别。紧接着向左，我们看到3架蝙蝠样子的飞机，这就是大名鼎鼎，也是世界上最为昂贵，单价达到24亿美金的 B2 幽灵轰炸机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款隐形战略轰炸机。之前有过详细的介绍。B2 的最大航程达到11000公里，这样作战半径就为5500公里。那么夏威夷距离台海约有多远呢？经测算为8100公里，所以 B2 要去驰援台海，就必须借助空中加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空军基地会发现那么多 KC135 空中加油机的原因了。好，本期视频我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歼20进驻浙江衢州机场的原因和目的，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所打造的3条岛链对未来我国解决台湾问题所能制造的麻烦，希望对大家进一步了解我国周边局势能有所帮助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